俗话说得好，一代版本一代神。梅奔王朝在 F1 混合动力时代的统治长达8年，而在梅奔之前统治围场的正是去年把汉密尔顿拽下车手总冠军宝座的红牛。2010年 FIA 禁掉了跨时代的双层扩散器设计，于是在红牛设计师阿德里安·纽维的带领下，吹气扩散器诞生于时代交替之中。年仅23岁的红牛车手维特尔驾驶着 RB6， 在2010年全年都没有领跑过积分榜的情况下，在最后一站从积分榜第3逆袭翻盘，成为了最年轻的车手总冠军，开启了饮料厂称霸 F1 的新时代。2011年 FIA 认为吹气扩散器的强势弱化了车手能力的展现，所以对吹气扩散器进行了一次削弱，增大了排气口与底板间的距离。可纽维再一次祭出了他独特的排气口设计，搭配上引擎供应商雷诺的配合，红牛的新车 RB7 依然可以通过吹气扩散器获得比其他车队更多的下压力。赛季初的6场比赛里，维特尔拿下了5场胜利，唯一没有拿下的那一场就是输给了汉密尔顿。如今赛场上的恶龙曾经也是个屠龙少年呐。观众今天是怎么看待汉密尔顿的，那么在10年前他们就是怎么看待维特尔的。这一次当比赛来到加拿大维伦纽夫赛道时，打破红牛垄断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唯二2支能稍微跟上红牛速度的车队身上，迈凯伦和法拉利。哎呀，红牛出师不利呀。维特尔在第1节练习赛就撞上了最后一弯的护墙，赛道边上的马修或许是看到了 RB7 如此惊艳的设计，于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自己佩服的五体投地。而维特尔撞上的这堵墙也被叫做冠军墙，因为在1999年3位 F1 世界冠军达蒙希尔、迈克尔舒马赫和雅克维伦纽夫不约而同地撞上了这堵墙，同时墙上还用法语写着欢迎来到魁北克省的字样，冠军墙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而维伦纽夫赛道正是为了纪念雅克维伦纽夫的父亲吉尔维伦纽夫而命名的。老维伦纽夫也被视为 F1 历史上最伟大的无冕之王。我也做过2期关于老维伦纽夫的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主页翻一下。在这之后撞上冠军墙的人里面，好像总能和冠军扯上点关系。就连参赛38场只拿到3分，并没有很多存在感的酱油车手里卡多宗塔，在撞墙之前都在 FIA GT 锦标赛上拿过冠军。英语老师斯泰纳的得意弟子凯文·马格努森，被霍肯伯格称作最具体育精神的车手马化龙，也在2019年撞上了这堵墙。他是2013年雷诺 3.5 的冠军，也是个冠军。但实际上能开上 F1 的绝大多数车手都在低级别赛事中或多或少拿过几个冠军，冠军墙也只不过是个梗。但在维特尔撞上去之后，这个梗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更深刻了。由于这次事故，维特尔缺席了周5下午的第2节练习赛。但是尽管如此，排位赛的杆位依然由维特尔稳稳拿下。法拉利车队的阿隆索和马萨紧随其后，维特尔的队友韦伯排在第4，身后的2排分别被梅奔和迈凯伦的2位车手包揽。迈凯伦车队的汉密尔顿排在第5，梅奔的罗斯伯格第6，复出第2年的舒马赫排在第8。而本期视频的主角，这位具有典型英国绅士形象的迈凯伦车手简森巴顿排在第7。本以为这又会是一场维特尔带回胜利的无聊剧本，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雨让观众们对比赛又有了些许期待。因为雨天能缩小车与车之间的性能差距，更加考验车手自身的实力，而且 DRS 会被禁用，这就使得在前车扬起的巨大水雾中超车变得更具有挑战性和观赏性。同时天气的变化也给轮胎的选择带来了不确定性。尽管赛会出示了雨地牌，所有赛车都要搭载橙色的全雨胎起步，但是随着雨水的减少，一旦赛车线被赛车稍微烘干，就一定会有车队冒险换上干胎。雨胎带排水槽，在速度和抓地力上的表现肯定不如没有纹理的干胎，但是干胎的工作温度非常高，在潮湿的环境下，干胎能不能快速升温达到工作温度，然后凭借着巨大的抓地力占据足够优势呢？再或者反过来，随着雨势的加大，换上雨胎最合适的时机又是什么呢？所以对车手实力的考验加上策略的博弈，这2方面综合起来，就注定了下雨，尤其是比赛中途下雨，将会是所有观众所期待的事情。好的，无展红灯没有熄灭。由于是雨天，所以比赛在安全车带领了4圈之后滚动发车，维特尔压车压的不是很成功啊。第5圈刚开始就被阿隆索找到了机会走外线，但是维特尔强硬的守住了自己的位置。
在后面的汉密尔顿直接给韦伯来了个标准的 pin maneuver， 汉密尔顿掉到了舒马赫身后，但是韦伯却陷入了车阵当中，直接掉到了第15。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韦伯呢？通过回放我们不难看出，是汉密尔顿在强势韦伯内线的时候转向不足，他的右前轮刮到了韦伯的左后轮，不知道赛会会不会因为这起事故处罚汉密尔顿呢？镜头一转，汉密尔顿已经开始攻击身前的舒马赫了，但是舒马赫身前的巴顿却走得太大了，一下子被舒马赫和汉密尔顿2台车超过。第10弯，汉密尔顿和舒马赫已经并排了，但是随后的直道上2台车的距离并不够，汉密尔顿没能完成这次超越，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好的，第6圈还是第10弯，还是外线。这次车王没有给这位年轻的后辈任何机会，汉密尔顿被迫开上了草地，滑出了赛道。但还好，他只丢了1个位置，队友巴顿趁机超过了他。这赛会的奶这次是真的足。刚刚还在说韦伯和汉密尔顿的事故正在接受调查，转过头来，汉密尔顿就被队友巴顿挤墙上去了，左后悬挂断裂，左后轮爆胎，只好选择退赛。但是这次的事故并不能怪巴顿，因为他只知道身后的汉密尔顿的速度比他快很多，但是由于溅起的水花挡住了视野，他看不见汉密尔顿在哪，于是他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守住自己的行车线。谁知道汉密尔顿选择了激进的开法，由于汉密尔顿把赛车停到了5号弯附近，并且撒下了一路的碎片，赛会出动了安全车，巴顿也借着这次安全车的机会，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1次进站，换上了半雨胎，出站后排在第12位。好嘛，刚撞完，判罚结果就出来了。可能是赛会看汉密尔顿退赛了，罚不罚都无所谓了吧。本场比赛的第2次发车，维特尔学尖了。这次他和阿隆索拉开了足够的距离，2台法拉利后面的2台梅奔和小林可梦伟挤在一起，但是名次并没有发生变化。令人意外的是，韦伯已经不声不响地超到了第9，不算安全车的话，基本上一圈一个小朋友。可见红牛这台 RB7 的优势是多么巨大。就在韦伯准备对身前雷诺车队的佩特罗夫动手时，转播镜头下方出现了一行小字：巴顿被罚通过维修区，原因是在安全车状态下超速。好嘛，屋漏偏逢连夜雨，然后他就一头扎进了维修区，完成了他本场比赛的第2次进站。出站后在德拉罗萨身前排名第15，而这个德拉罗萨呢是当时迈凯伦的测试车手。这一站比赛他顶替年轻的围场阿汤哥佩雷兹参赛。因为佩塔什在上一站摩纳哥发生了严重的车祸，赛车拦腰撞上围墙。尽管已经通过了 FIA 的体检，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完全从脑震荡中缓过来，恢复到最佳状态，所以不打算参加这场比赛。2011年也是佩塔什在 F1 的处子赛季。我只想说，这位墨西哥国防部长年轻的时候更像阿汤哥啊。刚换上半雨胎的巴顿开始了他的第1次超车之路。布埃米、巴里切罗、苏蒂尔、马尔多纳多，第15圈他就已经超到第11了。很显然，巴顿对于领先集团的车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因为巴顿既威胁不到他们的位置，又可以给他们提供半雨胎的圈速信息。现在的半雨胎已经比全雨胎单圈快上1秒了，但是天上又飘起了雨点。那么到底是进站换半雨胎，还是不进站赌雨会变大呢？第17圈，比较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阿隆索进站换上半雨胎，出站后正好遇见了去年收官战挡了自己一整场，让自己痛失第3座世界冠军的佩特罗夫。但不一样的是，这次韦伯已经超过雷诺的海菲尔德和佩特罗夫了。头哥，你就好好玩吧。不过好在头哥凭借轮胎优势卡在了佩特罗夫身前，并且只花了1圈就超过了海菲尔德，不然我真怕出点啥事儿。身后的巴顿也呼啸着超过了保罗·迪雷斯塔，但是抬头一看，天空黑压压的一片，不到2圈的功夫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已经有不少车手在 TR 里抱怨水漂现象的出现了。简单来说，就是地上水太多了，轮胎飘起来了，抓地力大幅下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去年比利时站排位赛的大雨中，赛会迟迟不出红旗，随后诺里斯就因为水漂现象在埃尔罗格湾发生事故，但是这场比赛的第19圈安全车就出动了。已经换好半雨胎的阿隆索、巴顿、罗斯伯格、舒马赫和巴里切罗不得不借着安全车的机会再次进站换回全雨胎，吃了大亏。这是巴顿本场比赛的第3次进站了，出站后他排在第10。而车阵前方的维特尔、马萨和小林可梦伟则没有进站，捡了大便宜，排在前3名。韦伯也追到了第4的位置。这时候红牛来了个骚操作，因为安全车从维修区驶出后，必须要等排在第1名的赛车，也就是维特尔跟上自己后，再开始带领车阵巡航。但当时维特尔离安全车还有大半圈的距离，所以红牛车队果断把维特尔叫进站，换上一套全新的全雨胎。
虽然出战后排在马萨身后，但这简直就是一次免费的进站呐！韦伯随后也进站了，他还换了个方向盘，这是为什么呢？ I'm sure you've noticed you have an intermittent downshift problem. It's the paddle itself. 后知后觉的沃法在下一圈也进站了，出站后排在还没有进站的小林可梦伟身后。安全车带到比赛第25圈，雨越下越大，赛会出示了红旗，维特尔在红旗线上停好，身后的赛车依次在发车格上排开，静静等待比赛重启。好嘛，刚捡来的便宜瞬间就没了，而最显眼的当属小林可梦伟了。因为一直没有进站，所以他一下子来到了头排。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ha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终于在等待了2个多小时后，比赛重新开始。然而这安全车一带就是10圈，赛车线也逐渐显现了出来，这就是用 F1 赛车扫水呀！感觉比赛没怎么跑，但是却已经过去一半了，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希望接下来的半场不会辜负现场车迷们雨中2个多小时的等待。比赛第3次滚动发车，维特尔迅速带开，马萨已经开始进攻小林可梦伟了，但是小林顽强地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车站后方，舒马赫率先进站换半雨胎，掀起了一阵换胎潮。巴顿也完成了自己的第4次进站。出站后的巴顿在第10弯来了一招非常精彩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借着身前苏蒂尔超越特鲁利的机会，切到了2个人的内线里，一下超越了2台车，漂亮！马萨进站了，阿隆索也进站了，这双车进站可不兴这么玩啊！耽误这一下子，直接让阿隆索掉到了罗斯伯格身后，让巴顿也有机会对他动手。结果巴顿又是一个 pit maneuver 把头哥送出了赛道，不愧是队友之间的默契啊！只不过这次头哥卡在路肩上出不来了，巴顿也爆胎了，前翼也坏了，于是安全车又出来了，还送给了维特尔一个免费进站的机会，让红牛表演什么叫完美进站。巴顿这边呢，也不得不第5次进站，全新的前翼，全新的半雨胎，只不过名次是最后1名。难道说迈凯伦这场比赛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这次的安全车并没有待多长时间，第40圈，比赛第4次重新开始，依然是维特尔一骑绝尘老剧本，只不过车阵后方的苏蒂尔刹车不及时追尾了罗斯伯格，轮胎受损闷撒气的罗斯伯格随后就被巴里切罗扒掉。而苏蒂尔前翼的碎片又被韦伯给压到了，舒马赫借着韦伯打滑的机会，从韦伯手里抢走了第6。梅奔的2位队友之间形成了完美的闭环，这是一次绝妙的团队配合。而这场比赛的队友之间就像心有灵犀一样，前有迈凯伦2人各 pit 1位对手，后有印度力量的2人同时在3圈之内先后干碎了自己的前翼。第46圈，这时候 DRS 已经可以打开了。舒马赫立刻超过了海菲尔德，来到第4。难道车王要冲击他回归 F1 以来的第1个领奖台了吗？他的身前就是马萨了，而马萨在安全车重启比赛之后，就被车队告知尽快干掉身前的小林，然后赶路去追维特尔。然而马萨自己连 DRS 怎么用都没太搞明白。Apparently, the last time you were pressing the button too early, so you didn't get the DRS for all the straight. Trying to activate it in the right point. 这时候的比赛已经进入到相对稳定的阶段了，维特尔一直在前面领跑，毫无镜头，只有安全车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他几眼。小林可梦伟在维特尔身后5秒多，并且差距在不断拉大。第4的舒马赫在超过海菲尔德之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而韦伯则和身前的海菲尔德、身后的佩特罗夫一起开启了 DRS 小火车，谁也超不过谁。那不如看看身后的巴顿吧，他已经超到第12位了。马尔多纳多、阿尔古苏、阿里全部拿下，第10名，有分了。这对于一度掉到队尾的巴顿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程度的止损了。第51圈，韦伯第一个站出来换上超软胎，而这时候小林可梦伟在第8弯走大了，马萨切进了内线。接下来的第9弯，小林光顾着往外线逼马萨的走线了，却丝毫没有注意舒马赫从内线窜了出来。车王在一个连续组合弯之内超过了2个人，宝刀未老，Wunderbar。
不过这时候车手们得抓紧时间换上干胎了。韦伯已经刷出最快圈速了，前几名除了维特尔和小林基本都进站了。诶，这马萨怎么踏着鼻梁就出来了？让我们看看回放，这是被谁揍了一拳？原来是马萨刚出站不久就遇见了一辆被套圈的 HRT 赛车，但是 HRT 占着赛道上唯一的干赛车线，马萨只能从潮湿的赛道部分超过去，一个打滑，一头栽到了护墙上。得，这下领奖台彻底没了，握罚已完呐。韦伯顺势来到第3，维特尔也不能再拖下去了，赶紧选择了进站。幸亏他的领先优势足够多，马萨还撞了，不然会不会被 undercut 一切都不好说。但是你们看看巴顿到哪儿了？第6次进站换上超软胎之后，距离比赛还剩15圈，就已经超到第5了，而且每圈比维特尔快2秒。难道说他有可能夺冠？15圈之前他还在倒数第1，15圈之后他距离维特尔只有15秒了，他已经在挑战冠军了。不是吧，这咋又撞了？海菲尔德在2号弯追尾了小林和孟伟，结果损坏了的前翼直接掉下来，被海菲尔德的雷诺赛车压了过去。赛车失控撞上护墙之后冲入缓冲区，赛道上的碎片让安全车再一次登场。有没有观众仔细算过安全车到底带了多少圈？领跑了这么多圈，不给人家发点积分不合适吧？安全车加的油够不够啊？安全车期间，巴顿已经来到了第4，因为他和韦伯都是最早换上超软胎的车手，所以他们已经开了几圈给轮胎升温。雨后赛道温度较低，所以通常要多花几圈来暖胎，这就是为什么韦伯和巴顿在换上超软胎之后能疯狂逼近维特尔的原因。比赛在第60圈再一次重新开始，同志们，舒马赫和维特尔并排，这场面大概一辈子都见不到几回吧。当时的维特尔还被称作小舒马赫，这一次的并排仿佛时代的交接。但可惜梅奔的赛车性能相比红牛还是逊色一些，在没有 DRS 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维特尔拉开了2秒的距离，而车王自己也面对着身后韦伯和巴顿的威胁。第63圈，韦伯在第12号弯动手了，但是他的轮胎锁死了，切过了13号弯，他必须把位置还给舒马赫。但是巴顿却紧紧贴着舒马赫，韦伯很可能一下子把2个人都放过去，丢掉2个位置。这时候他该怎么办呢？发车直道上，巴顿已经对舒马赫展开攻击态势了，但是没有成功。1号弯、2号弯，韦伯没让，而就在3号弯之前短短的直道上，韦伯火速闪开，让过舒马赫，又立刻挡在巴顿身前，这是一次精彩的博弈。第64圈，韦伯试图故技重施，但又冲出了赛道。巴顿一个人胆大，毫不犹豫地把车开到了湿地上，超越了韦伯。65圈12号弯，有了吗？有了！曾经掉到倒数第1的巴顿已经来到了亚军的位置，并且在以每圈1秒的速度追近维特尔。但可惜的是，随着韦伯完成对舒马赫的超越，车王回归以来的第1个领奖台就这样和他失之交臂了。3.1秒、1.5秒、1.3秒、0.9秒，已经可以开 DRS 了。比赛进入最后一圈，不好，维特尔在巴顿的重压下失误了，巴顿领跑加拿大大奖赛。第40圈他还在最后1名，第70圈他却是冠军。简森·巴顿，一个只领跑了1圈不到就拿下了分站冠军的男人。在红牛统治的赛季里，能有这样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巴顿的实力、运气与车队策略3者缺一不可。这场比赛也是 F1 有史以来最长的，持续了4小时4分钟39秒，但却不是最无聊的一场，反倒是最经典的比赛之一。而就是这样一场场经典，才造就了今天的 F1。would be very excited if you won a race, wherever it is and however you won it. But to do it like that and not know coming onto the last lap that you could win that race, it was just emotions very high. Guys, that was a hell of a race. A hell of a race. Fantastic win. We deserved that for the race we've had,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Oh. There's a great picture of my dad and my girlfriend then, Jessica. Just so excited and so shocked by seeing me in the lead, and so a very special victory, and one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 me forget either. Your greatest drive? I don't know about greatest drive, but the most action I've ever had in a Grand Prix, and probably will ever have.